大家好，在上两期我们讲到了黑松的上棚与逼牙，今天我们聊一下黑松的操行与调整。黑松的操行是从它定型培植的时候就开始，操行是一个反复调整的过程，道理很简单，树在生长，形在变，你的审美视角也可能发生变化。这就是盆景不同于其他艺术创作的区别。这是一个双屏桩，双屏桩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过于机械的几个大弯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S 弯。这个桩买来的时候，上下一共有3个 S 弯，把上面的杆锯掉了，对杠进行了重新蓄养。下面的这2个弯是没办法改变了。这个杆看起来过得也不是很好，主干显得有点柔弱，只能在重新蓄养中对它进行弥补。在培植操行中，尽量的让枝干变得舒缓，避免了枝干的干枝与生硬，使整个桩看起来比较协调，枝的走势基本上是朝一个方向。略带风吹式的动感，整体上看起来自然飘逸。确定一个桩的操行形式，除了桩的特点，还随每个人的审美意识左右。可能我欣赏的这种有动感的操行，其他人不一定喜欢。我们在玩盆景的时候，别人只会告诉你省桩操行的方法，把盆景玩成什么样还得靠自己的悟性，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你玩盆景的风格。松树盆景的攀插操行一般选择在它的休谧季节，这个时候它的树叶流动比较慢，枝条比较软，攀扎定型比较方便。攀扎前，我们把针叶适当的收剪一下，看得更清楚，攀扎起来也比较顺手。攀扎操行要依据整体设计来，使整个过程有章有节。枝盘的操行从一级枝开始，每个节逼出来的芽留2到3个。攀扎时要注意女士的缠绕方向与枝条的整形方向一致。对枝条的定位要考虑到后续的枝的延伸空间。枝条的上下行走要依据枝托的起伏而定。出枝整体上高矮一致。蓄养、逼芽、修剪是一个反复进行的过程，直到把整个枝盘达到了理想的程度。这个过程需要时间，考验人的耐心，也就是玩松树盆景所说的练功所在。松树盆景的枝盘不是独立的，我们在调整时要避免它们相互间在同一水平，上下对称重叠，把握好出枝之间的聚散，空间上要互补，动静结合，前后呼应，形成整体上的舒适。枝盘间一目了然，无藏无露，层次上就会显得单调，给人的印象显得呆板，而失去自然的美感。我们说盆景的舒适，简单点讲，就是根干枝顶间的协调统一所形成的总体走向。松好养，但松难玩。在整个盆景中，松树盆景的表现力有别于其他盆景。
松树的造型是比较接近自然状态的。我们观察了解自然中松树的存在形式，才能在造型中做到有的放矢。攀扎修剪只是加工中的技巧，真正的难度是松树棚影中的连工和你对松树棚影的认知与思考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有什么好的建议，请在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见。